班主让你用饭。小女收拾了这么些回，今日公子吃完，就自己收拾吧。阿谁算到公子能赢下这一局，公子却没算到阿谁会先一步不辞而别。那鬼牡丹以傀儡之身，意图借青铜树之力引导一阙阴阳重新临世。阿谁将真正的第三颗药藏了起来，并将体内的坠天石碎片融于药中。这一次，总算是阿谁比公子多算了一步。阿谁想起了自己的名字，找回了自己的来处，却也误解、欺骗了公子。阿谁无法再面对公子，唯独希望我离开后，公子别再害怕被别人理解。你不喜欢解释自己，不在乎别人是否理解你，信任你，所有人都误会你，你也无所谓。我原来以为这是一种傲慢，但后来我才知道，你只是害怕，你怕自己不值得被理解、被信任。被理解不是一件坏事，这是阿谁对公子的最后一次劝解。路到尽头还是要放下，公子，余生无人。好，就去一个没有唐离祠的地方，过只属于阿谁的日子。捷报！中原剑会客村唐立祠，单枪匹马深入敌境，一举捣毁风流殿老巢，诛灭幕后黑手鬼牡丹。神机堂的弟兄们都瞧见了吧？那青铜树倒塌之时，地裂山崩，火光飞溅呐！先是升入牡丹楼，再是飘零梅院，从大本营到老巢，接连被我们击破。风流殿再无死灰复燃的可能了。对呀，我们对战了这么久，终于胜利了！大快人心啊！乐观是好事，但唐公子与去找他的池少侠，神机堂可有打探到他们的下落？哎，这个菩提谷地形太复杂了，而且我们这回驻扎的比较远，这只能看到大概的动向。他们要是运气好的话，能够在山崩之前逃出来；要是运气不好的话，你就别再往坏处想了。哎，我这现在大家好不容易能够松口气，依我看，唐公子下落不明之事，就暂缓公开吧。1、2，都给我打起精神来！不要认为我们胜利了就可以懈怠。眼下还有风流殿余孽未清，今后的武林还要靠你们来维护秩序。公主，大家先散了吧。国西坛见过公主。我师傅呢？他在哪儿？萧剑主在青阳洞天。公主，请问你刺伤唐公子的时候，是清醒的吗？你想相信我吗？我想相信钟女侠。
托付少某见会众人以来，10年生息，不遗却阴阳之创；10年养心，待雷霆手段重塑江湖格局。少某等此人已等了10年。师傅，你怎么一个人躲在这里？我在看好云山的山色。以前剑会事务繁忙，竟不知还有这么好的山色。人呢，只有停下来，才会看到自己平时看不到的东西。我听说池云和沈大哥去找唐公子了。唐公子，师傅，师傅，师傅！前辈，我师傅这是怎么了？他积劳成疾，本就损耗了很大心血，再加上郝云山一战内伤严重，本就不应该再劳心力，必须要静养。现在好了，伤及心脉，你再这样下去，这样活不过唐丽慈了。有那么严重吗？看来一停下来发现的，可不只是郝云山的山色。师傅，你多听前辈的劝吧。邵剑主，哎呦，你瞧瞧你，你伤势未愈呢，怎么还跑到邵某这儿凑热闹了？哎呀，起码现在我还能站着呢。哎，我不过就受了这么一点点的伤，差点就要死的这么一点点伤，半个月都还没好，风流店都灭了，也不知道你还一天天瞎忙什么。有些话不得不说，水前辈，哎，水姑娘。春儿，我跟程道主和蒲珠先生想私底下说2句话。邵剑主请中原剑会诸位长老及堂主前往青阳洞天，有要事相应。今日邵某召集诸位来此，是想告知诸位一件事。出什么事儿了？邵某决意卸下中原剑会主理剑主一职。如今风流殿已毁，但恐有残余势力作乱，急需强硬手段除恶务尽。邵某残躯不堪重负，还请诸位另推新位之主。邵剑主，中原剑会还需要您的领导，三思啊！邵剑主三思，三思啊！请诸位放心，我与蒲珠先生和程道主都商议过了，这2个月就由程道主代理剑主之责，推举之事还有时间，可慢慢考量。邵剑主心中可有心仪的接任对象？这历届剑主都不是由原剑主任命的，是由诸位推荐的。邵剑主，是所有人都可以推举吗？当然，任何人都可以成为被推举的对象，关键在于赢得剑会与众人的认可。不过，若有匡扶武林之功绩，自然更佳。邵剑主，奴家想举荐自己。啥？西方姑娘，你才刚入剑会，奴家确实初来乍到，不甚了解。敢问邵剑主，竞逐剑主之位可是需要资历？据奴家了解，唐公子来剑会也不比奴家早多少。对剑会绝功之伟的唐公子，难道也没有竞逐剑主之位的资格吗？既然姑娘对剑会不甚了解，又何必托大竞逐剑主？一时不了解，不代表永远不了解。况且奴家如今也是剑会之人。竞逐剑主之位，的确不需要资历，但仍然需要诸位剑主与上下弟子的同意才行。多谢邵剑主，我只需要知道
我有资格竞逐剑主之位就够了。至于诸位能否同意，那就是奴家自己的事。